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板着脸？为什么一个笑容、一句谢谢，在中国竟然成了奢侈品？你走进商店被敌意迎接，你走进医院被冷脸对待，连一句对不起都像挖人祖坟一样难。为什么当我们与人相撞，第一反应不是道歉，而是怒目相向，质问对方你瞎了眼了吗？博洋说，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层面皮，看看那个自称礼仪之邦的民族究竟丢掉了什么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不会笑的动物。记得若干年前，有人曾对民族舞蹈演员面无表情感到诧异。主持人答曰，那一幕是宫女院，宫女当然要愁眉苦脸。后来演至喜相逢，万寿无疆，仍愁眉苦脸如故。不知主持人如何说辞。过去我曾想到，可能黄种人天生的不会笑和不喜欢笑。可是到了日本一瞧，他们那些黄种人不但会笑，也喜欢笑。除了车长小姐会笑外，连开那单调如棺材的电梯小姐也会笑，乃大吃一惊。于是在追究中国人所以笑脸甚少的原因，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，哭的时候多，依据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，再加上整天无米少盐，以致想笑都笑不出来。中国人的缺少笑容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，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。博洋先生为谋生走遍各省，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，几乎无一处不栖生。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，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长例外。关于这一点，大家呐喊了10余年，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当局忙于搞红包，无暇改进之故，所以一应到底，迄今不变。台北医院也很精彩，看情形，除非把钞票摔到他们脸上，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他们呲牙。另外，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。当你进店之时，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，小眼睛全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，如你所悟，则先打量你的衣服，然后告曰，贵得很。你问还有好的乎？曰，更贵。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，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，因购一件价值500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。该老板深竟细瞧其领牌，不屑曰，你外语学堂毕业，当个翻译官，一个月也不过500-600元，还是省点吧。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，吴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。然而最痛苦的是，当顾客看了2件不买辞出之时，上至老板，下至店员，无不怒目而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种像被打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。于是有人曰，没有关系，他们见了杨大人，笑容自出。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，杨大人如过江之鲫，将逐渐不再稀罕，且杨大人也有寒有穷，久而久之，劣根性复发，难免终有一天华阳一视同仁。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，应是中国唯一值得大吹之事，但仅此一项，南广招来。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。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，恐怕都有同感。真正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，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。博洋先生从前曾发明以定律曰，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，包不吃亏。结果不然，前日网购一皮箱，要价300，我以为它只值150元，但嫌其样式不好，乃大声曰70元。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，料不到他大叫曰，好了，拿去。呜呼，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，不仅是观光之道，亦是做人之道。摘自妙珠集。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。圣人曰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，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墙一样活生生筑了起来。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，
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。呜呼，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，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猜忌和仇恨。前天报上有则消息，台北峨眉餐厅因伙计病故，老板不给钱，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，食客同胞一瞧，大喊倒霉，一哄而散，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。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，我们只是感慨，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？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情？摘自《猛撞降纲集》。礼仪之邦，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质量，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。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？汤敖先生到了君子国，对礼仪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，礼乐教化，八荒敬仰。其实他阁下不过是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，而在美利坚，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，不仅仅价钱不欺，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。伯阳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，言明$12成交，货银2契，正要包装，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，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。老妻曰：哎呀，这是啥？店员老奶拿起来，映着日光细瞧，歉然曰：确实是一个汉字，用水洗可能洗掉，但也可能洗不掉。你如果同意的话，我去问问老板，看是不是可以减掉一点价。接着咚咚咚跑上2楼，再咚咚咚跑下来，说可以便宜$2。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，该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，一旦春风化雨，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。如果换了台北，或者换了香港，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的盛大推出。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，店员必然横眉怒目，迎头痛击。怎么？你说啥？黑斑？笑话，我怎么没看见？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，有啥关系？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？要挑眼早挑眼，买主还有老实的。现在发票都开好了，你想退货减价？莫名其妙。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，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。怎么，你不服气啊？我们是5000年传统文化的礼仪之邦，向来宾至如归的，你不敢不如归啊？撅嘴嘟囔，好像谁欺负了你似的。我们这么大的公司，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？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，我也懒得去报官，反正一句话，买不起，算了，拿来。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，90%都是旅客，而这些旅客有99%一生中只来1次2次，坑这些人绝无后患，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，亲亲切切，正正派派。摘自踩了他的尾巴。3句话。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，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，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，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，对方总要致歉曰 sorry。 如果真的短兵相接，肌肤相亲，那声 sorry 就如同哀鸣，既令你低头猛走，撞个震天响亮，也会引起一叠连声的向你 sorry。 这个动辄 sorry 的场面实在难以招架。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，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，硬碰了硬，那反应可是机如闪电，目尽裂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，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了，对手立刻还击，也跳高曰：哎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还不是也碰了我，我都不吭声，你叫啥叫？前者也拉高嗓门曰：碰了人还这么凶，你受过教育没有？对手也拉高了嗓门曰：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，你想怎样？叫我给你下跪啊？哼，你说我碰了你，这可怪了，我怎么不碰别人？是你先往上碰的，想栽赃呀？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，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，边骂边走，也就是鸣金收兵；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，杀声大作，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，好不叫座。请读者老爷注意，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，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。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，
在这件街头小事上充分发扬光大。所以博洋先生认为，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。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，只有据理力争的勇气。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是同样的存在，同样的应该受到尊重，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。踩了你的尊脚固然 sorry， 实际并未踩到，只不过几乎踩到也 sorry。 咳嗽一声固然 sorry， 打个其声如闻的喷嚏也 sorry。 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 sorry， 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 sorry。 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，你正努力照相，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，他们也要 sorry。 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相机，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，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。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，麻木已经成为习惯，不会有啥反应。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，他们不甘寂寞，总是要开上一枪，这时候不再是 sorry 了，而是 thank you。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。世界上仅有人把吐沫浪费在这两句话上，实在难以理解。博洋先生虽然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可是到了美国，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络，却比登天都难。你越踢腾，他越谢谢你。照相朋友照完相，你再穿肠而过，他们固然谢谢你，就是去买东西，东西到手，他们也要向店员说声谢谢你。换在中国，不要说顾客了，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，天花板都会感动的塌下来。银行提款，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，也会谢谢你。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，便知端详。到衙门办事，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，也要谢谢你。跪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，保管你立刻发思扬之幽情。一旦开快车，或者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，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，也要谢谢你。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，恐怕是一个板起碗娘脸，一个口吐三字经。在洛杉矶时，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，临出大门交出银子取回单子，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。我训勉曰，老哥，礼多必诈，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，有啥可谢的？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。可是第二次再去，他谢谢你如故，把我气得要死。博洋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。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，向来都是推门而过，然后撒手不管的。到美国后，当然一切如初。朋友屡戒曰，老头，这里是番邦，你可别把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带过来，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送回原处。笑话，我来美国是游历的，不是给人管门的。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，还有你来上客乎？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，门向后猛弹，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，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。后来我要脚底抹油，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，没有跑成。幸好未碰出脑震荡。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，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，没敢追究。事后朋友告曰，你没吃过猪肉，也应看过猪走，请学学杨大人，那才是真正爱国之道。呜呼，原来杨大人经过之后，总要停步扶门，只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，或有人半途接棒，再缓缓放手的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对这种规矩，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，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杨老爷杨老奶一连串的 thank you， 好不得意。回到台北之后，我仍然继续重阳了一阵，不过3天下来就恢复原状，非我意志薄弱也，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，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，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，我就蟹手一松，管他妈的碰活也好，碰死也好。呜呼，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，恐怕非动用我有猪八戒的五指耙不可。在这里加一句，这让我想起前些年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我也是自然而然地扶着弹簧门等后面的人走完，确实没有得到过一次中国人说谢谢。
倒是有几次恰好后面是欧美人，他们眼神中露出很惊喜的表情，很热情地说谢谢。我那时想，可能从这几位欧美人的视角来看，他们遇到的能扶住弹簧门等后面的人走过的中国人太少了，所以偶然遇到一个就有惊喜感。当然，这也许可能是因为我自恋了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事实上，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，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。连刚会讲话的小娃，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，这使得他发展到泛滥之境。柜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呼，彪形大汉掏出手枪，叫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，然后脱帽曰谢谢你，这才撤退。不过伯老的意思是，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。要特别声明一点，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，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，我是不是可以效劳？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，从大陆到台湾，从山窝到都市，从三家村到洋学堂，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，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，倒偶尔还听到过，只是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。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，威风凛凛，趾高气扬。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。我和老七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，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，必须再坐一程出租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。偏偏美国的出租车比博洋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。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，眼看天又渐晚，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。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来我们出了毛病，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。真是傻瓜，这还用问？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，站在马路中央，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最后拦阻了一辆。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，硬是不肯。他阁下伏在窗口说了半天，才招手唤我们过去。等我们刚想清楚，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，他已扬长而去了。若不是他拔刀相助，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。摘自踩了他的尾巴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分享了不会笑的动物和礼仪之邦这两个小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